术士辅助演算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它到底有多厉害？看到这一幕，你惊呆了吗？上期视频希腊幻想，我制作了13座神之雕像，然后我就很快合成了术士辅助演算机。完成主线任务以后，我得到了2个弹药，一个是天雷，一个是破坏。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就是破坏。那么这个天雷有啥用？天雷怎么用？必须要实战，还是美杜莎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美杜莎可能是对我有点意思啊。从我制作雕像开始，他就一直在那站着。现在我术士辅助演算机都制作完了，他还在那站着，那你真的就是命该如此啊！我的这个天雷就拿你来测验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个攻击技能。这就很尴尬，我这技能还没放又被石化了。这一波咱们来一个引蛇出洞，不对，应该是来一个瓮中捉鳖。我肯定是打不过美杜莎的，但是我孙子他肯定有把握。什么？你问我孙子是谁？我去，我孙子你们不会不认识吧？看到了吧？这次认识了吧？我孙子要么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王炸。关于 PSI 的最后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制作一身 PSI 套装。这个东西呢，说实话，目前对我来说有点难度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高级灌注的启动石我不太会；第二个就是家里的钻石很少。先看一下他们的合成配方吧。PSI 宝石是由钻石变的，而这个 PSI 金属锭呢是由黄金变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咱们以后再说吧。目前我这把术士辅助演算机呢有3个功能，第一个是破坏，第二个是天雷，第3个是灌注。最有用的当然就是破坏了。上期视频我们兄弟们这么多的神之雕像，我们到底要供奉哪个？我挨个看了一下各个雕像的祭品，我觉得呢，就海拉这个祭品，我目前还能做到。它主要需要的是食物，而且给咱们的祝福呢是召唤加繁育后代，别的也整不了，我也没得选择。我刚才看了一下海拉这个，一块面包就可以加10的经验等级。先不管怎么着，兄弟们，力所能及，我现在只能做这个。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去趟村庄，帮农民伯伯收一下干草块嘛。这个村庄我是收过干草块的，还是说这个村庄比较穷啊？转了一圈就这几块，这够干啥的？4牙缝都不够吧？所以说从村庄出来以后，我一路向东北而去。那你该说不说，干草块不够还得找啊，兄弟们！又遇到这个所谓的森林之神见面就给我吹笛子，你这是想把我吹走还是咋的？不惯他毛病，兄弟们想把我技术一个吹走也没有那么容易。于是我一顿操作猛如虎全都解决了。还剩一个漏网之鱼。行了，这下算清静了。这次还挺识相，给我掉落了一个能力图腾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被袋鼠干了。我知道了，兄弟们，刚才战斗过于激烈，可能我的大喷子一不小心打着了袋鼠。袋鼠属于中立生物我一打它能愿意吗？大意了，赶紧回去捡回我的装备。很快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我还纳闷呢，暗影去哪了？兄弟们，跑了还是没有出现也顾不得我多想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赶紧把装备捡上以后整理完毕，咱们赶紧撤。这硬核模式果然是非同凡响每天晚上都是血月，我都服了。今晚基地肯定是回不去了，我先去村庄躲一晚上吧。很快我就来到了村庄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这房子小了我不愿意待。之前我记得在这个村庄有一个小阁楼，没毛病，就是前方的一个。好家伙，我就直奔小阁楼而去这一跑不要紧，注意我的右手边，兄弟们，重机枪手又出现了，他的奔跑速度可是相当的快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即便是我跑得很快还是被他锤了一下。幸好这个家伙身体比较宽，一格的距离他进不来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刚才差点把我吓尿了，兄弟们，主要是重机枪手隔着房子把我炸了。很快拿回装备以后我就回来了，并且我将海拉的恩赐刷到了535。直播间有的粉丝说这个等级还不行，你才3级要想海拉发挥作用，你怎么着也得整个7级8级吧？那咋弄面包也没那么多了面包没有，咱们有土豆，之前家里种的没派上用场，现在派上用场了。就这样，土豆、胡萝卜、小麦种子我一顿给他安排，兄弟们。可是呢，毕竟这玩意儿加的等级比较低，全都搞完以后也才仅仅是升到4级，豁出去了。反正我有永恒牛排，直接梭哈，兄弟们。这些面包本来是留着应急用的，应啥急不要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都给他整上。可是就在这时兄弟们注意，大哥要出现了。整着整出了一只山羊，兄弟们，我这一看，好家伙呀，难道这就是繁育后代？虽然它的体型是黄色但是人家叫金羊，这就足以说明这只羊不简单不仅如此，它还打人。这一翻车让我想起了谁兄弟们？你们猜？让我想起了战神半神。原来那个战神半神也是个召唤物。之前我在村庄不是遇到一回吗？打完了小白又打我。这个战神半神就是喜欢打架，但是至于为什么打我到现在都不明白。既然是通过我召唤的，为什么要打我？这就有点迷。就跟这只羊一样，它的出现我真的不知道代表着什么。帮我打架就凭它，关键是现在还没帮我打就把我给打残了。看来对这个海拉咱是不能进贡了。这家伙丧良心你整个啥不行你整只羊过来干我，我这么大一个技术一哥，我不要面子吗？
来来来，兄弟们，这个建筑熟悉吗？我敢保证，我不说你们肯定不知道。我看这个建筑的外形，应该是跟我之前说过的那个建筑是一样的，但是很明显，这个建筑早就被破坏了。这次前来呢，我也是只有一个目的，我在四周观察了一圈啊，没有宝箱，那么我就认定啊，这个宝箱可能在房顶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的不上房顶还能看到宝箱呢？方法只有一个。给他一盆子，让他慢慢烧，烧没了咱就看见了。刚好这会儿我发现附近有2只苦力怕，在这个生存中什么我都可以错过，唯独苦力怕我不能错过。这以后用枪的地方多了去了啊，火药咱们必须提前都备好。这次我的运气也还不错，又是一只稀有苦力怕。2个属性，一个点燃，一个感染，根本不需要慌，慢慢跟他打。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个苦力怕同样也会掉落一本附魔书，赶紧把它给捡回来。说一下战况啊，刚才那间破房子屋顶啥都没有，由于那是一片树林，我也不敢在那长待，所以说我就出来了。现在呢，咱们看一下刚才那本附魔书。这本附魔书的属性是挑衅1，击中怪物有几率使其发怒，发怒后会攻击其视野内的所有生物。想象一下，兄弟们，你给他附了魔，然后探索矿洞，碰巧来了3只僵尸。本来我能打过，但是由于有一只僵尸发怒了，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打过。不得不说，确实是一本很好的附魔书，前提是你要能对付得了发怒的僵尸，或者是在僵尸发怒的一瞬间你躲起来，然后让僵尸们自相残杀。可以，我分析的这一波绝对没毛病。行了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为了整这个海拉的恩赐，不得不说跟我想象的有点差距。我决定呢，下期视频咱们去探索地牢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我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希腊幻想，除了海拉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神之雕像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。